2008年钢铁侠中的那句 I'm Iron Man 可谓是撑起了漫威10年的辉煌，但在11年后的复联4，小罗伯特·唐尼再次说出了那句 I'm Iron Man， 漫威时代也从此刻开始正式落幕。因为在绝大部分漫威迷心中，托尼·史塔克就是漫威，漫威宇宙就是托尼·史塔克。当然，在这几十年期间，钢铁侠战衣一直都在不断进化，也许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了，但没关系，这期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解战衣的进化史。首先，在钢铁侠1里，托尼发现马克2会在空中结冰，所以他一回到家就开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，从而打造了马克3。然而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每次打造新战衣时，都是在弥补上一代的缺陷？就像马克3虽然不会在高空结冰，但它脱起来却很麻烦。So the more you struggle, the more this is going to hurt. Me, General. It's my first time. I designed this to come off, so. Ow! Hey! 马克4脱起来很顺畅，但它需要一个巨大的机器来协助，所以 Tony 又打造了马克5。这套战衣不仅方便携带，而且还有自动穿脱功能。当然，马克5也并非完美，因为它不防电。所以紧接着又打造了强大的马克6，不仅能防电，还能将电流转化为能量，在复联1中就完美展示了这一点。Power 400% capacity. How about that? 虽说马克5有自动穿脱功能，但是穿衣速度这方面还有待提升，所以他打造了马克7。这套战衣快到可以在半空中接住托尼，而且它还是全面性覆盖。马克42就不一样了，它是由多个零件组成一套战衣，且每个都有着独立的动能。这些零件会自主飞向托尼并帮他穿戴，就是过程嘛，有一点痛。钢铁侠2中，边所说用无人机操控战甲是最好的方式，因为人会制造很多问题，而这一观点在影片后期得到了证实。边所当时控制了一群无人机围攻托尼，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至此，在钢铁侠3里，托尼学习了边所，给马克8到马克42的所有战机都增加了无人机驾驶模式，从而打造了钢铁军团。这些战衣也成功帮助托尼打败了基利安。最左边的是马克15，他的绰号是鬼祟，这是托尼首次给战衣起绰号。右边的是马克33，银色百夫长。他自身具备刺刀，托尼就是用它砍了基利安的左手。旁边的是马克39，双子星。在复联1中，钢铁侠在外太空失去动力，所以才造了这套马克39，因为它专为外太空飞行而生。右边的是马克17，碎心者，胸口上的冲击炮拥有极强的威力。下一个是马克40猎枪，用于高超音速飞行的战甲。在右边是马克35红绸鱼，可延伸手臂和爪子，是一套灾害救援装甲。紧接着是马克27 Disco， 这个镜头的第一个是马克30蓝钢，马克21麦达斯，马克19猛虎以及马克9，但最后被小辣椒亲手摧毁。马克16夜店。马克22热棒，托尼之所以给他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套战衣脚上的喷漆是模仿他跑车的配色。马克25突袭者，马克31活塞，马克37锤头鲨，这是一套深海装甲，能够抵达海洋的最深处，并且可以承受极端的压力。马克38伊格尔，为起重和搬运重物所创，电影中托尼用它来稳固即将坠落的平台。马克41骨骼，这套战衣可以分解后重组。马克42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的升级。复联2开头的战衣是马克43，钢铁侠大战绿巨人的时候穿的是马克44反浩克装甲，索科维亚之战穿的是马克45，美队3穿的是马克46。众所周知，马克46已经很完美了，但还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遇到蚁人时，他可以轻松进入战衣内部，将系统全部摧毁。机场大战后，托尼就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才打造了由纳米机器人覆盖的马克50，从而做到了无缝隙战衣。蜘蛛侠1里，他穿的是马克47，拥有更先进的激光系统，能轻松焊接裂开的轮船。复联3，班纳穿的马克48反浩克装甲 2.0。马克49救援装甲是托尼专门为小辣椒打造的结婚周年纪念礼物。马克50纳米战衣，在复联2钢铁侠用反浩克装甲打绿巨人，然而他瞬间避开了攻击，所以这才给马克50装了集束炮，其威力足以将绿巨人相似的黑矮星打飞。美队3中，马克46无法抓住战争机器，这才给马克50装了火箭推进器，从而可以及时追上小蜘蛛。复联3，蜘蛛侠因为缺氧从高空坠落，但蜘蛛侠战衣正好能给他提供氧气，这难道就是爱的供养？复
复联1，托尼的推进器出了故障，导致他在空中难以控制，之后就给马克50装了稳定器，使他可以悬在半空中。钢铁侠1战甲结冰后，他就不受控制的往下掉。美队3战争机器也发生过同样的事，所以他给蜘蛛侠的2套战衣都装了降落伞。众所周知，美队3和蜘蛛侠1中，小蜘蛛穿的是同一件战衣，也就是说，战争机器从天上掉下来之前，托尼就已经给小蜘蛛的战衣装了降落伞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托尼为什么不给战争机器装降落伞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蜘蛛侠是他的养子，战争机器不是。